只有死去的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。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复过去。艺术家是梦想家，同意梦想真实的世界。只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。理智是一种被善加利用的疯狂。没有流过泪的年轻人是野蛮人，不会笑的老人是傻瓜。家庭是大自然的杰作之一。历史是由不在场的人讲述的关于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谎言。狂热就是在忘记目标时加倍努力。灵魂是身体利益的代言人。生死无药可解，唯有享受间歇。在你反驳一位老人之前，我的朋友，你应该努力去理解他。与无可救药的爱上春天相比，对四季变化感兴趣是一种更幸福的心态。我们必须欢迎未来，记住它很快就会成为过去。我们必须尊重过去，记住它曾经是人类所能做到的一切。最睿智的头脑仍有东西需要学习。困难的事可以立即完成的，不可能的事需要花点时间的。习惯比理智更强大。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不是朝圣者的思想，而是定居城市的思想，就像古人的思想一样。胡言乱语之所以如此有趣，只是因为常识是如此有限。朋友是那部分可以让人保持人性的族群。一个人的双脚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国家，但他的眼睛应该放眼世界。因为金子是在烈火中锻炼，而合一的人则是在逆境的熔炉中磨砺出来的。身体是工具，心灵是其功能，是其运作的见证和回报。美国是一个心态古老的年轻国家。灵魂不过是世界漫长发酵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气泡。当男人和女人达成一致时，只是在结论上，他们的理由总是不同的。教育的最大困难在于从思想中获取经验。人生不是一场奇观或盛宴，而是一种困境。誓言是虔诚的化石。或许人类唯一真正的尊严就是能够鄙视自己。这个世界永远是自己的漫画，每时每刻他都在嘲弄自己，与自己假装的东西背道而驰。要知道人们的真实想法，就要关注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话。对一个已经进到天职的人来说，死亡就像睡眠一样自然。不宽容是一种利己主义，不宽容的谴责利己主义就是分享利己主义。真相是残酷的，但它可以被爱，它让爱过它的人获得自由。平面设计是个性、古怪、异端、反常、爱好和幽默的天堂。理论帮助我们承受对事实的无知。音乐本质上是无用的，生活也是如此。智慧来自幻灭。混沌是任何秩序的名称，它使我们的思想产生混乱。做梦的人，除非从梦中醒来，否则无法知道真相，甚至无法知道自己的梦。魔鬼有时会对有道德的人进行报复，用他们所压抑的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激情的力量将他们困住。把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变成圣人，比把一个假正经的人变成圣人要容易得多。智慧就是迅速洞悉事物的本质。我的无神论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一样，是对宇宙的真正虔诚，只否认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的为人类利益服务的神。怀疑论与贞洁一样，不应轻易放弃。如果痛苦可以治愈我们，
我们早就该被拯救了。击倒一件东西，尤其是当他傲慢地翘起二郎腿时，是血脉深处的愉悦。音乐是赋予我们内心情感以形式的一种手段，而不是将它们与世界上的事件或物体连结在一起。在我看来，灵魂被地理控制是一种可怕的侮辱。性格是幸福的基础，幸福是对性格的认可。所有鲜活的灵魂都欢迎他们准备好应对的一切，其他一切他们都视而不见，或认为是畸形和错误的，或否认是可能的。一个人一旦克服了对自身无限性的自私恐惧，他的无限性在某种意义上就被克服了。暴君很少是自由的，他们的忧虑和暴政工具奴役着他们。友谊几乎总是一个心灵的一部分与另一个心灵的一部分的结合，人们是点点滴滴的朋友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